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，兄弟分家。老父亲偏心给了小儿子一座鬼哭狼嚎的凶宅，来了一道士却说：“你爹真是太爱你了。”这话从何说起呢？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。江子谦在王员外家辛勤工作2年，终于还清了家中的债务，这让他感到了一丝轻松和成就感。然而，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，因为他知道，想要真正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，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机会。江子谦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，他意识到，在王员外家做苦力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虽然稳定，但收入有限，无法让他积累起足够的财富，来改善家人的生活。于是，他开始留意身边的商机，寻找能够让自己大展拳脚的机会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江子谦听说县城里要开一家新的商铺，正在招募有能力的年轻人。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经过几轮激烈的竞争，江子谦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，成功脱颖而出，成为了这家新商铺的合伙人之一。在新的商铺里，江子谦负责采购和销售的工作。他利用自己在农村长大的优势，对市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准确地把握顾客的需求。同时，他也非常注重与顾客的沟通和交流，努力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商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很快就成为了县城里知名的商家之一。江子谦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忘记自己的初心和家人的期望，他把赚到的钱一部分用于扩大商铺的规模，另一部分则寄回家中，帮助父亲和哥哥改善生活。在他的支持下，江家的日子越过越好，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风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江子谦心中渐渐有了新的打算。如今他也20岁了，他想在王员外家里干几年，为自己娶个媳妇，不让父亲操心。一日，江子谦正在柴房里劈柴，管家过来说门口有人找。江子谦来到门口一看，是父亲江老汉来了。爹，你咋来了？江老汉愁眉不展地说道：你侄子生病了，家里没有钱，我过来向你拿点钱。江子谦的工钱是1年1发，去年挣的钱替哥哥还债了，今年的工钱要等到年底才发。如今他手里没有1分钱，但父亲大老远跑来了，也不想让他失望，就说道：爹，你等会，我去给你拿钱。江子谦找到王员外说，想预支1个月的工钱。王员外一听，满脸寒霜，说道：工钱1年1结，这是老规矩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江子谦恳求道：王员外，我爹大老远跑来了，我不能1分钱没有啊，你就先给我开1个月的，下不为例。王员外从抽屉里拿出几个铜板，拍在桌子上吼道：拿去！江子谦也不嫌少，赶紧道谢，拿着钱就去门口给了父亲。江老汉看这几个铜板，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，不满地说道：就这点，还不够我的跑腿钱呢。江子谦愧疚道：爹，这里的工钱是1年1结，这一点也是我刚从王员外那里预支的，他非常不乐意再多也没有了，您就先拿回去应急吧。江子谦送走父亲，转身就要回去劈柴，却看见管家把他的铺盖扔了出来，说道：你走吧，这里不用你了。江子谦一时间惊呆了，他在这里任劳任怨地干活，每天5更起床，3更才睡觉，现在人家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他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他背着行李走出王家，此时天已经黑了，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来到一处桥上，把行李放在桥头，准备在这里睡1夜，明天再去找活。
他刚坐下，就听见有呜呜咽咽的哭泣声。江子谦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再仔细一听，哭声是从桥的另一头传过来的。晚上的月光很亮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那边有一高一矮两个人三更半夜的在这哭泣，一定是遇到难事了。江子谦顾不得多想，就赶紧走了过去。走到跟前，他才看清楚这两个人，高的是一个16、17岁的少女，矮的是一个7、8岁的男孩子。那小孩看见有一个陌生男子过来，就吓得抱紧了女孩子的大腿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姐姐，我怕。”少女抬起头看向江子谦，身子不自觉地往一边挪了挪，尽量离他远一些。江子谦知道二人是把他当坏人了，赶紧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不是坏人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不回家睡觉？”江子谦试探地问道。这姐弟俩也不吭声。江子谦又问道：“你们家在哪里？我可以送你们回家。”“我们没有家了，我家被坏人霸占了。”那孩子小声地说道。原来这个少女叫吴子嫣，小男孩叫吴天赐，他们的父亲叫吴二干。8年前父亲生病离世，不久母亲也意外而亡，他们就成了孤儿，没有了父母。他们的叔伯大爷就把他家的财产全部瓜分了，姐弟俩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，只能以讨饭为生。江子谦听了姐弟俩的诉说，就很是同情二人，于是就把自己的被褥拿过来，让姐弟两个躺在上面睡觉，他则靠在桥墩上睡了一夜，说是睡觉。其实江子谦和吴子嫣二人都没有睡着，还时不时地说2句话。从谈话中，江子谦得知吴子嫣时年16岁，从小饱读诗书，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。次日一早，江子谦要去找活做，就对吴子嫣说道：“这被褥就留给你们用吧。”吴子嫣说道：“这怎么能行？江大哥，你还是带走吧，我和弟弟已经习惯了。”江子谦看着熟睡的吴天赐，用手摸摸他的小脸说道：“看他睡得多香啊，让他睡吧，我一个大男人，皮糙肉厚的，不要这些就行，我挣钱了可以再买，你们留着用吧。”吴子嫣看着弟弟安静的样子，鼻子一酸就流下了眼泪。这2年来，姐弟俩风餐露宿，让弟弟受了很多苦，他也想去做工挣钱养活弟弟，可人家现在带个小孩都不愿意要他，没办法也只能要饭，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。见江子谦说的恳切，吴子嫣说道：“那就谢谢江大哥了，以后我有钱了买新的还你。”江子谦说道：“不用，你和弟弟晚上一般在哪里落脚？他想挣到钱接济可怜的姐弟俩，我们就在这个城里要饭，走到哪里是哪里。”吴子嫣说道：“如果有缘，肯定还会相见的。”江子谦告别姐弟俩之后，就来到衙市上。今天的运气还不错，刚到地方，就有一个男子来到他面前，说让他去。他如今身无分文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江子谦一听，就毫不犹豫地跟着男子走了。来到码头上，看到有几个工人在搬货，目测每包货物有100-200斤。江子谦撸起袖子就开始干活，一天下来，累的是腰酸背痛，可看到钱，全身的疲倦都一扫而光了。他一天没吃饭了，又干了一天的苦力，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于是就想着先去填饱肚子再说。可他突然想到那姐弟2个，不知道他们今天怎么样，有没有吃饭。江子谦很担心，就跑到昨晚相遇的地方去找，可到地方一看，并没有姐弟俩的身影。他就在附近的一家包子店买了几个包子，来到桥头上吃，希望可以等到姐弟俩。可等了1个时辰也没有等到，就回码头睡觉去了。
眨眼过了2、3个月，江子谦一直没有再遇到吴子嫣姐弟俩。一大早，江子谦到包子铺买包子，去看见包子铺围了一群人。这个小叫花子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一堆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吃了。一个中年男子抡住拳头，就要朝一个小男孩的头上砸。少女赶紧挡在那孩子面前，哀求道：“叔叔，请你不要打我弟弟，您就打我吧。”女孩泪眼汪汪地望着中年男子，周围人都议论纷，说这2个孩子真是可怜，以前家里也是锦衣玉食，如今却落到如此田地。也有人说，偷东西就要好好的教训他，大概他下次就不敢再偷了。那中年男子的拳头就要落在少女的头上，却被一个强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抓住，痛得他哎呦一声。你干什么？不要多管闲事！男子吼道：“你这么大的男人，为何要欺负2个孩子？”江子谦手一甩，就把男子甩到了一边。男子一个趔趄，差一点摔倒。中年男子气得咬牙切齿，说道：“你小子找死！”说着就叫包子铺的2个伙计都出来了，凑上去要打江子谦。他们吃了几个包子，这钱我出。江子谦的话一出，那几人就停住了动作，毕竟是做生意的，只要给钱就行，如果打起来也影响不好。那中年男子说道：“好，既然你想做好人，把他偷的所有包子钱都给我结了，我就放过他。”男子掐着手指头，装模作样的算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他偷我28个大包子，一共54文钱，赶紧拿来走人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”吴天赐一听就急了，喊道：“江大哥，他骗你的，没有那么多，只有2个包子。”江子谦知道包子铺老板趁机讹钱，可也不想与他理论，就把钱给他了，然后带着姐弟2个去另外一家早餐店吃了早饭，又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给吴子嫣。江大哥，你帮助我们太多了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吴子嫣说什么也不要。江子谦就说：“你拿着，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我。”说完就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对姐弟俩说道：“我就在西码头干活，有事过去找我。”吴子嫣看着江子谦离开的背影，又看看手中的钱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1日中午，吴子嫣突然背着吴天赐来到码头，只见他2眼通红，吴天赐的腿上有伤。江子谦赶紧就问他怎么了，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，说：“弟弟被一个恶狗咬了。”江子谦顾不得多想，抱起吴天赐就往医馆去了。吴天赐的腿伤好了之后，姐弟俩对江子谦是万分感激，吴子嫣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善良的男人。他得知江子谦的家里贫穷，如今没有妻子，就说道：“江大哥，你是一个好人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愿意嫁给你为妻，好好与你过日子。”江子谦帮助姐弟俩，并没有什么企图，只是单纯的可怜他们。不过若能娶到吴子嫣，也是求之不得的，只是自己家里贫穷，不能给姐弟俩好生活。说道：“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呢？只是我家里贫穷，怕委屈了你们。”吴子嫣说道：“我和弟弟如今已经无家可归，还说什么委屈？有个容身之处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”江子谦想想也是，如今姐弟俩的日子这么苦，虽然自己家贫，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家，也不至于流落街头了，于是就答应了。次日，江子谦就给姐弟俩买了粗布衣和鞋袜换上，带着2人回家去了。江老汉和江子民夫妇见江子谦带着姐弟来到家里，脸都拉得老长，说话都带住刺。江老汉把他拉到一边说道：“你娶妻可以，可还要为他养弟弟，这怎么行？咱家这条件也不允许呀。你哥嫂要养孩子，还指望你帮衬呢。
你这又弄回一个孩子，以后钱都被这姐弟花了，还怎么帮衬你哥嫂？”江子谦说道：“他们姐弟俩相依为命，我娶姐姐就有责任养活弟弟，以后我会努力挣钱的，哥嫂我会帮衬的。自己的侄子有病说没钱，如今就有钱养外姓人了，真是不知道远近，亲疏无情无义。哼，亲兄弟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外人呢。”江子民冷冷地说道。吴子嫣姐弟见这一家人的态度，既尴尬又难过，站在那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吴子嫣的脸都红到了耳根。江子谦是个好脾气的人，看重兄弟情谊，更是非常孝顺。如今他算是看清了一家人的真面目，他们之所以这样，就是怕以后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了。他不想惹父亲生气，也不想和哥嫂翻脸，就竭力压制住心中的火气，说道：“你们放心吧，就算我成亲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家里有难处，我肯定会管的。”吴子嫣看江家人不欢迎他们，就对江子谦说道：“江大哥，你要是为难，我就带着弟弟离开。”江子谦说道：“子嫣，你不要走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弟弟的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”村里人听说江子谦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就纷纷过来看。大家都说江子谦有本事，说江老汉有福气。虽然江家人不待见这姐弟两个，江子谦还是和吴子嫣成亲了，只是没有花轿，也没有祝福。二人在弟弟的见证下，就算是成亲了。江老汉一气之下，就把江子谦赶出了老宅，让他住在外面的2间茅草房里，给他了几斤高粱面做口粮，说是眼不见心不烦。江子谦对妻子说道：“你和弟弟在家里，虽然日子苦些，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我去城里做工挣钱，到时候咱们自己再盖2间新房。”吴子嫣说道：“这日子已经很好了，不苦。你去城里干活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累坏了。如果干不了，就回来在家里种田，也不至于饿肚子。”为了生计，江子谦成亲3日后就去了城里。临走时，一再叮嘱妻子说道：“父亲和哥嫂说啥，就让他们说去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照顾好自己和天赐。”小夫妻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都很苦。江子谦走后，江老汉就来找吴子嫣，说道：“你嫁到了江家，就要承担起家庭责任，这个家也不养吃闲饭的，地里的活要去干，我带着你认地去。”江老汉就把姐弟俩带到地里，说让他们拔草。他们从来没干过农活，也不会干，可如今只能入乡随俗，蹲在地里拔草。江老汉还时不时地过来检查，一会说拔得不干净，一会又说拔得太慢。吴子嫣和吴天赐面对江老汉的挑剔，也不作声，只是埋头苦干。而潘秀丽在家里什么活也不干，整天带着自己的儿子串门，坐在村头的大树下，与其他妇女聊天，说东家到西家。一日傍晚，吴子嫣和吴天赐从地里回来，经过村头的时候，就听见潘秀丽对其他妇女说道：“看我们家这日子过的，还要替别人养孩子，真是不知道这老二是咋想的。”一个妇女说道：“老两家漂亮，给别人养孩子也值了。漂亮有啥用？还能当饭吃吗？再说了，男人不在家能放心不？要是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，一家人都跟着丢人。”听到众人的议论，吴子嫣觉得很委屈，可也只能当作没有听见。吴子嫣和弟弟每天干活，可江老汉却不给他粮食。那一点高粱面吃完之后，他和弟弟就靠野菜度日。到了秋天，野菜就没有了，他就去江家老宅说要些粮食度日，却被江老汉赶了出来。再说江子谦来到城里后，
依然在码头上干活。他走的时候，家里的高粱面就那么一点，他知道父亲是不会再给了，于是干了1月活之后，他就买了米面拿回家去了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正好遇到江子民。江子民见他手里拎住2个袋子，就回家给江老汉说了。江老汉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这个家还没有分，你就藏私食，连你老父亲也不要了。”江老汉还没有进屋就开始骂。江子谦赶紧出来赔出笑脸说道：“爹，我也是刚到家，就说要去看你呢，你就来了。”他说着赶紧从袋子里拿出2盒点心递给江老汉。江老汉看都没看就气哼哼地走了。江子谦拿出点心跟着他去了老宅。刚进院子就听见潘秀丽说道：“爹，家里的细粮没了，你这大孙子他也不吃粗粮啊，你看这可咋办呢？愁死人了。”江老汉一把夺过江子谦手里的点心盒子说道：“没有听见吗？赶紧把细粮拿来给你侄子吃，我大孙子可不能饿着。”江子谦说道：“爹，他们姐弟俩也没有口粮了，拿来了他们就要饿肚子。”江老汉一听大怒：“你这话是啥意思？是说我没让他们吃饭吗？可也没见饿死一个呀！你这个不孝子，娶了妻子就六亲不认了。”江子谦没有办法，只能回家拿了1半的米面送到老宅里，可没有得到他们的一句暖心话，依然是冷嘲热讽。为了多挣些钱，江子谦在家里待了1天，就去了县城。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江老汉就来到了家里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阵乱翻，把那仅有的1点米面全部拿走了。吴子嫣虽然内向软弱，可也不能等着饿死呀，于是就鼓起勇气去找江老汉：“爹，我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细粮您拿走了，就给我一些粗粮吧。”吴子嫣恳求道。江老汉冷哼一声，就去舀了1瓢高粱，给了吴子嫣说道：“赶紧走吧，让别人看见，还以为我没让你吃饭呢。”吴子嫣接过高粱，转身就忍不住泪如雨下，养着吃闲饭的，什么时间是个头啊？潘秀丽看着吴子嫣的背影说道。江老汉说道：“真是气死我了，江家人不但不给吴子嫣姐弟粮食，还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干活，地里的家里的都是他们干，潘秀丽只负责带孩子吃好的穿好的，同样都是江家的媳妇，待遇却是天壤之别。虽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为了让江子谦在外安心，吴子嫣从来都不对丈夫透露半句，只是一个人的夜里默默流泪。其实江子谦也不傻，看到妻子越来越瘦、憔悴不堪的样子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为了快点让妻子过上好生活，他在城里干最累的活，起早贪黑不停地干。1日，江子民就来到码头上找江子谦说，父亲让他尽快回去一趟，有大事要说。江子谦一听心中忐忑，就跟着哥哥回去了。原来最近一段时间，江家老宅很是诡异，每天半夜都会听到呜呜咽咽的哭声，那哭声时高时低，时快时慢，有时悲切，有时却听不出情绪。周围的邻居晚上也听到过，村子里人心惶惶，最大的受害者是江家人，天天夜里被惊醒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江家老宅突然成了凶宅，当然就没法再住了。江老汉让江子谦回来，就是要让他出钱盖新房子。江子谦就把这2年攒下的钱都拿了出来，在一处空地上盖了4间新房。新房是江子谦出钱盖的，江老汉只能让他们一起住，一家人就在一起吃饭，可吃的东西却不一样。江子民夫妇和江老汉吃黄色的，江子民的儿子吃白色的，江子谦夫妇和吴天赐吃黑色的。
过了2个月，姜老汉突然召集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说道：“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，确实不方便。你们兄弟都成家了，就分开单过吧。”姜老汉又说道：“子民有儿子，秀丽又快生产了，孩子们需要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就把新盖的房子给他们。”姜老汉把新房和10来亩良田都分给了大儿子，二儿子分得了姜家老宅和几亩贫瘠的田地。即便这样，姜子谦夫妇依然没有一句怨言。村里的人见姜老汉这么偏心，就打抱不平，说让姜子谦再争取一些好地，还有那个老宅子最近不安全，根本不能再住。姜子谦说道：“好汉不吃分家饭，咱有的是力气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”这时，一个老道士路过村头，听见了几人的对话，就走过来说道：“吃亏是福。”姜子谦看见老道士有些惊讶，就在1年前，姜子谦在城里看见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汉，他把老汉背到医馆给他看病，又给他买饭吃，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。老道士说道：“走，带我去你家里看看。”姜子谦就带住老道士回家了。老道士走到院子里，大喜说道：“这不但不是一处凶宅，还是一处宝地呢。”姜子谦夫妇听了，大惑不解。老道士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，说道：“这宅子好，你爹太爱你了。”小夫妻听的是云里雾里，以为这老道士只是在安慰他们，也就没有当回事。不过自从住进老宅子里，他们一次也没有听到有什么哭声，而是特别的安静，晚上睡得很香。他们的土地贫瘠，粮食不多，可家里粮食根本吃不完，还有多余的可以出售，这让姜老汉和姜子民夫妻很不解。姜老汉为了找到原因，就搬到了老宅里去住。老宅子里不但没有了哭声，而且那囤的粮食怎么吃都不会少。姜老汉给大儿子2口子说了他的发现，他们一商量，就把姜子谦夫妇撵回了新房子里。他们又搬回了老宅，住进去第1晚，就听到狼哭鬼嚎的声音，把几人吓了个半死。不过他们想着粮食只吃不少，就硬着头皮住了下来。可他们的粮食不但会少，而且几天就见底了，气得他们一把火就把老宅子烧了。老宅子被烧之后，姜老汉和姜子民夫妇又搬到新房子里居住了。当天夜里，姜子谦做了一个梦，那个老道士站在他的窗前说道：“我是一只修炼1000年的琵琶虎，我渡劫失败，被你所救。我原本带着子孙来报恩，可你那父亲和哥嫂太恶毒了，居然一把火烧了老宅，烧死了我的几个子孙，我也该走了。”姜子谦听了很是心痛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”说着已是泪如雨下。老道士说道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是一个善良之人，是一个孝子，可你的善良给错了人。我来就是要给你说，明天你就带着妻子走吧，不要在这里生活了，他们还会欺压你的。”老道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。次日，姜子谦对父亲说道：“如今家里一贫如洗，住房也紧张，我打算带着紫嫣和天赐去城里做工，父亲要保重身体，我过一段时间就来看你。”姜老汉说道：“去吧，你侄子吃的用的，还要到学堂读书，你嫂子又快生了，家里需要钱，挣的钱赶紧送回来。”潘秀丽说道：“他就知道养外姓人，你让他拿钱，没那么容易了。”姜老汉瞪住眼说道：“他要是敢不拿，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”姜子谦带着吴子嫣姐弟一起去了县城，他准备在城里租一间房子，让2人先住下，自己去码头上干活挣钱，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说。当几人走到街上的时候，突然就被迎面而来的男子叫住了。还没等吴子嫣开口，
吴天赐就叫道：“黄叔叔，此人叫黄忠，30多岁南方人士。8年前他进京赶考，路过这里住店的时候，盘缠被人盗走。吴子嫣的父亲吴二干得知后，就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给他拿了盘缠，让他赶紧去赶考。黄忠当年高中状元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一直没有来吴二干家里感谢，直到今年才来到此地。谁知吴二干夫妇已经去世，几年时间已经是物是人非。黄忠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，就暗中调查吴二干一家的事情。黄忠把几人带到一个客栈里，给他们开了房间先住下，又向吴子嫣姐弟了解了一些情况，再结合他调查出来的一些证据，已经判断出吴二干夫妇是被他的兄弟亲人所害。黄忠带着调查到的证据，和王家姐弟一起到县衙喊冤。知县一看，来人是新上任的知府大人，吓得是两腿发软，脸色苍白，赶紧把黄忠请到堂上。黄忠说道：“你作为一方父母官，收受贿赂，徇私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该当何罪？”知县一听就喊冤枉。黄忠命手下把知县绑了，又命衙役把吴大发和吴三才押到大堂上。二人一看知县被绑了，吓得是屁滚尿流。原来知县是吴大发的小舅子，吴大发仗住小舅子的权势，胡作非为，不但打压其他同行，而且联合自己的弟弟吴三才，害死了另一个弟弟吴二干，并霸占了他们的财产，把他们的一双儿女赶走，流落街头。黄知府命人把3人各打50大板，然后进行审问。3人在大堂之上互相扯皮，都把责任推给对方，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。3人最终被判处死刑，打入死牢，等待秋后问斩。吴二干家的宅子店铺钱财都被收回，交给了吴子嫣姐弟。黄忠又命吴大发和吴三才的家属各拿1万两白银，给王家姐弟作为补偿。再说江老汉和江子民2口子，听说江子谦成了江员外，就一起去城里找他。谁知走到路上的时候，突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3个大人被雷劈身亡。奇怪的是，江子民4岁的大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却没有一点事。江子谦把父亲和哥嫂安葬之后，就把侄子侄女带回家抚养了。村民们都夸江子谦仁义，父亲和哥嫂那样对他，他却没有一句怨言，还帮助他们养孩子。后来吴天赐高中状元，在京城做官，江子谦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，做了很多好事。夫妻2人生了1儿1女，4个孩子，非富即贵，对2老很是孝顺。最后想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若是善自心中记，终会阳光袭来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